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素颜热度飙升至 3.683 收视，江苏文旅界是原著粉。白鹿素颜演北漂打工人的话题在热搜榜上足足挂了12个小时。点进去看，是北上中凌晨3点的一幕。常州的演员白鹿乱发蓬松，蹲在出租屋门口啃着泡面，手机屏幕上照出她浮肿的眼袋。弹幕刷屏说女明星狠起来连自己都卷，这一幕成了年轻人的电子止痛片。与此同时，北京早高峰能有多窒息也火速冲上热搜，有人把剧中挤地铁能听见肋骨断裂的台词 P 进了真实的通勤视频，点赞瞬间破了10万。不过，争议可比数据来得激烈得多。开播那天，北上的原著粉在豆瓣上狠狠地刷了1星，把百年运河的史诗改成6角恋偶像剧，编剧是不是把毛讲小说当剧本杀的素材了？这种撕扯感在江苏观众里更明显。当剧中奏响《白蛇传》的评弹时，南京人忙着分辨洪泽湖传公骂人的话是否借鉴自新街口的菜场大妈，而连云港的网友则盯着字幕鸡蛋挑骨头。徐泽辰写的是淮安里的运河，凭啥镜头全在苏州？徐泽辰依然淡定自若。这位毛奖得主在采访时说：“我对改编的包容性比大运河还宽。”这话可不是随口说说，背后有数据支持。剧集首播收视率破 3.683%， 创下年度新高。原著电子书的销量也猛涨了 320%， 甚至连淮安的文旅局急忙上线了跟着北上游运河的专题页面。当苏州平江路的民宿老板对着镜头表示客人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谢望河家的原型在哪儿时，关于文学与影视的争论早已转换成真金白银的流量生意。撇开魔改的噪音，真正让观众沉迷的是那份不还原。原著中散落在100年间的6个家族被编剧打造成了一条线索。1901年的意大利旅行者小波罗拎着相机沿着运河北上，而2014年的花街六子则为申遗忙碌。这2条线在剧中巧妙交织，形成前世今生的对比。特别是在第8集中，创业失败的谢望和跃入运河，浮沉之间看到1901年的先祖谢平遥在相同的地方打捞沉船遗物，弹幕瞬间炸裂。这不就是江苏版的星际穿越5维空间吗？争议最大的人物改编反而成了引爆热议的关键。白鹿演的夏凤华从一名物流小妹蜕变为 CEO， 这一变身被剪辑成职场爽文的模板，在短视频平台上火得不要不要的。当他用常州方言大喊不要慌，横竖横拆牛棚时，90后观众顿时对徐泽辰所说的运河魂有了新理解。哪里需要什么100年历史来背书？快递箱在菜鸟驿站里摔得稀烂，直播基地不眠的灯光才是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北上故事。连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戴青也忍不住发声，比《繁花》里的汪小姐更有劲的江苏女主的狠才叫乘风破浪。江苏人的暗爽正藏在每一帧画面中。昆山8城老街的青石板路被拍得和《繁花》至真园的光影一模一样，弹幕追捧王家卫要掏钱了。在镇江建壁船闸的航拍镜头下，弹幕里的江苏 IP 地址竟然拼出了完整地图。更精彩的是编剧藏下的文化密码。谢望河的老爸总是在摆弄南京长江大桥的模型，夏凤华送给客户的伴手礼是淮安的茶伞，连剧中人吵架时都要提到洪泽湖大堤比长城早9年。网友们调侃，感觉编剧在江苏文旅局领了2份薪水。面对背叛文学性的指责，徐泽辰在采访中直言不讳：昔日我在北大宿舍写北上，暖气片漏水把稿纸弄湿，我心里想的不是抢救文字，而是那股霉味让我想到运河边的船工是不是也这样熬过雨季。
这种骨子里带着的实用主义，或许就是剧版成功的密码。当白鹿素颜挤地铁的镜头让漂泊在外的人心头一颤，而谢望和把祖传罗盘当作直播背景时，那些抱怨毁了原著的人却没发现，大运河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流淌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生存哲学。北上完结的那天，江苏人 DNA 动了，迅速占据了热搜。镜头从淮安的老船闸到新船闸一划而过，让弹幕一下子静了下来。距离96年出生的船三代说：“我爷爷修闸，我爸开船，我搞直播带货。”弹幕上飘过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运河永远有后浪。”此时再回味徐则臣所说的话，或许能有新的领悟。文学和影视其实不是对立的两岸，而是同一条运河中的浪花。有的人喜欢那惊心动魄的波涛，有的人则钟情于那轻柔的水面。2. 白鹿演技炸裂还是炸锅？网友：吴京的难得都比他自然。救命！白鹿新剧北上演技让观众集体裂开，热搜一夜狂飙3亿阅读。有人夸他巨抛脸，有人怒喷五官乱飞，这届网友的嘴比运河的水还猛。3秒速看内娱最魔幻演技争议现场，北上收视爆了，白鹿演技却炸了。谁能想到年代剧北上首播收视破3.5%，力压一众甜宠剧登顶榜首，结果女主角白鹿的演技直接霸屏热搜，不过是被骂上去的。网友辣评：这剧是胡军老师扛着收视，白鹿扛着槽点啊。剧中他饰演的假小子夏凤华，造型被晁盖帮长老附体深色粉底涂成包青天，玉米须发型炸成蒲公英，连亲妈粉都无脸。姐，咱下次能换个不这么写实的剧组吗？更绝的是，白鹿为了表现豪迈，摇头晃脑加瞪眼撅嘴3件套齐发，被截图做成表情包，配文：当我妈说我吃饭像恶鬼投胎。导演姚晓峰曾夸他用灵魂碾压外貌，网友反对：灵魂没见着，五官倒是碾成2维码了。从神女白硕到假小子翻车。要说白鹿的演技，那可是薛定谔的水平。在仙侠剧《白月泛星》里，他一个眼神切换神魔，被吹爆内娱转场天花板；到了北上却秒变五官失控大师，连粉丝都分裂成2派，一派狂吹为角色自毁形象好敬业，另一派哀嚎：求你别再接需要用力的角色了。最抓马的是，隔壁白月泛星弹幕还在刷白鹿演技封神，这边北上弹幕已沦为吐槽大会，建议白鹿和吴京组个 CP， 一个闪避女嘉宾手难得，一个狂甩表情爆炸演技，绝配。黑红也是红，争议背后藏着惊天反转。别看网友喷得欢，白鹿这波操作堪称黑红教科书，自曝为角色暴晒过敏，素颜赶早逝，连探班好友都认不出他，黑粉瞬间倒戈。虽然演得浮夸，但姐这敬业程度吊打208万日薪。更有人扒出她早年 MV 女主时期的青涩照，对比现在感慨：从甜妹到毁容是演技，这蜕变比甄嬛黑化还刺激。就连心理专家都来蹭热度，过度追求突破可能导致表演焦虑，建议白鹿学学吴京，用难得精神稳扎稳打。内娱演技迷惑行为大赏，有人封神，有人封魔。当白鹿在炸裂与炸锅间反复横跳时，其他明星也没闲着。某顶流在新剧里把悲痛演成便秘脸，某小花哭戏靠眼药水续命。相比之下，白鹿至少贡献了全网快乐槽点。网友总结：内娱演技分3种：润物细无声、五官乱飞行，以及白鹿薛定谔型。至于北上到底好不好看，粉丝甩出数据，收视高就是王道。你骂任你骂，破3.5%我笑哈哈。原著党却哭晕，求剧组给夏凤华换个配音，白鹿的台词比运河的水还平。所以问题来了，白鹿这波演技是真突破还是真翻车？
北上你站自来水安利派还是吐槽快乐派？评论区 battle 走起！